欢迎来到出张王频道，一起来看看本集精选的台湾怪怪建筑5个。首先介绍板桥101，这栋建筑位于板桥的四川路2段。此豪宅建案皇翔帝国有板桥101的称号。官方说明设计是以纽约地标帝国大厦为建筑规划蓝图，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像是胖版的台北101。它的宏观特征有很多地方都显现出台北101的基因，比如说倒梯形一节一节的设计，顶部塔尖与裙部构型也很像，但拉近距离看细节的部分又全然不同。总之是个趣味之作，有种 B 级景点的味道。第二个，士林木包屋，这栋建筑位于士林的百灵桥旁，是一间名为 Able 的音乐酒吧。这栋4楼民房用了大量的木板包裹封住，就像要预防丧尸把板子用木板封死的感觉。但仔细看还是有隐藏的门可以进出阳台。后来进一步了解，屋主是因为怕老屋的瓷砖掉落，因此进行整修，最后用木作包覆外观。不过这样的特殊造型也意外引起路人的目光及讨论。第三个，师大美术馆。位在国立师范大学的校区巷弄内，师大美术馆隶属于台湾师范大学，建物于2018年落成，预计在2022年配合师大100年校庆启用。全馆楼高8层，地下2层，整体融合了玻璃、石材与钛金属作为建材，充满未来科技感。共有192个三角形构成的墙面，每根钢构必须量身定制。设计及组装都极具高难度，不过美术馆太过超前的设计与附近的住宅景观截然不同，也引起附近居民的关注。FB 上甚至还有反对师美馆的社团。建筑界保守人士指出，美术馆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，说美术馆丑得重伤灵魂。台师大则是回应得很妙，我们有着不同的灵魂。个人觉得台湾出现这种特立独行的建筑非常适合，毕竟台湾的建筑景观就如同杂木林，充满各种多样性、可能性与包容性。第四个，中和国民运动中心，建筑位于中和的合成路一段上。这个造型独特的臃壮建筑，从各种不同角度看起来，都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建筑师为 QLab 的曾博廷，他注意到大部分的运动场馆中，运动与运动之间，人与人的连结非常薄弱。因此，曾博廷为了达到建筑的流动性，从空间配置营造出流动，企图创造一座充满各式可能的场所。主建物旁附属的曲棍球场，三角钢构屋顶上进行大面积的覆土绿化。散步时可以享受绿意盎然，也可以大幅降低室内温度，减少空调用量。运动中心的室内整合设计也是做得相当细致有质感，跟一般的公共工程差异很大。很难想象这是在公共工程拮据的预算下完成的作品，实在令人佩服。最后，金寮圣十字架教堂。这座天主教堂位于台南的后壁区。从外观来看，这座教堂造型独特，是座银色角锥直入天际，与附近传统的三合院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不难想象，在民国46年出现在嘉南平原时，是多么的前卫。它的建筑师大有来头，是全台第一个由普利兹克奖得主设计的建筑。建筑师是来自德国的哥特弗莱德·波姆。这座带有德国传统教堂及城堡神秘气氛的建筑，1957年动工兴建，是波姆的第一件国外作品。那么是什么机缘让波姆设计了这座教堂？当年新营有一名德国籍神父与波姆熟识，于是便写信请波姆协助设计教堂。波姆义不容辞地答应了，于是画了设计图，再交由台湾的建筑师习设兴建。教堂结构主要以混凝土为主，并融入了不少中国式建筑元素。
例如八角形的祭坛、深红色的细格子落地木门窗，颇有中西混搭的风味。再来稍微介绍这位建筑巨匠。波姆出生于建筑世家，他的爷爷、爸爸、老婆3个儿子全都在搞建筑。波姆从小跟着老波姆学建筑，他学得很有兴趣，开始利用教堂建筑塑造城市景观，并探索着各种新的可能，然后发展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波姆所处的时空背景是德国战后重建，经历过战火洗礼，追寻为治愈而出现的建筑。他的创作生涯早期为教堂建筑，共设计了60多座教堂，后期则投入了更多的公共建设，如图书馆、剧院、酒店、住宅、市政厅。波姆认为，建筑不在于无止境的填充地面，而是将活力与秩序带回城镇。从他的巨量却又多变化的作品可以看出，波姆打从心底就是要设计充满创意及趣味的作品，仿佛就是在告诉世人：我才不想盖那些无聊的建筑呢。很可惜的，波姆就在今年6月辞世，享年101岁。感谢这位建筑巨匠，用属于他自己的建筑方式，带给世人无限的感动与疗愈。本期节目就到这边，欢迎订阅分享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you。